切要小心！看一下，这个小很是，这个非常深啊！看一下海勒克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海勒克起桥，海勒克起桥，看有没有机会。非常的深了，非常的深了。我们看一下这。OK， 研究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岩，为大家去讲一下就是 JCK N100百骑射箭里面的头条主赛，是我看到的国内的这个系腰带争夺战里面最精彩的一次啊！主要就是双方旗鼓相当，而且也不保守，大开大合，你来我往，跌宕起伏。为大家讲一下几个关键的，就是柔术的技术的争夺啊。首先第一点，咱们先讲海莱尔克的那个裸脚为什么做不成啊？其实有几点啊，以前我也讲过，就是说当去你被拿到这个后背，对吧？然后你不要怎么看？我现在是右手臂切他的脖子，收着下巴。你不要躺在这侧，如果他躺在这儿，我比较容易拿到body triangle，我比较容易去，明白吧？这个的话是我最喜欢的方式。OK， 我们去做裸脚，我是希望的话，两只肘最基础的裸脚终结方式，他头卡在这里，我希望两个肘并紧 ，OK， 然后切着他两个颈动脉去完成这个。海莱尔克再到这边，所以他被拿背之后，海莱尔克这只手已经完全勒进去了 ，OK， 这么近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海莱尔克玩命的向后去挺，大家看。这样的话呢，我这个两个肘就很难并在一起，所以我就不太容易完成，明白吧？有的人说，如果我搭一个body triangle，会不会好一点？但我会顶我的 ，OK？ 我可能的话也很难阻止对方去推我这个肘，因为海莱尔克已经抓不到这只，就是他的这个手已经藏到这个倒在后面。他如果在这儿他抓到这只手的话，他可能去把我这拆下来，对吧？OK， 因为对方这么近手已经藏住，所以他只能就是玩命的向后挺，然后推这个肘。OK， 所以在这儿这么近啊，这个用力推就很难去完成，明白吧？对邓国庆来讲，如何要完成它？很简单，大家看啊，我这只脚 ，OK， 第一的话，我把这只脚跟扣住他的这个胯，因为他往我这边顶，我可以去给他一点压力，然后这只脚过来，看见没？插在他的大腿内侧，然后往这边去推，看见没？然后在这儿我可以去扣一个body triangle。现在的话，他去推我的肘，明白吧？所以推肘的话不一定是管用的啊。你看谁在你后边，没事吧 ？OK， 再回来。所以如果上肢法在后面就有点危险，但是他往后推的话，确实是我在这操作的话不太好完成，因为他的重量都压在我身上。你看我说话都有点费劲，因为他的肩膀压在我的前胸上面。OK， 他在这儿如果抓住我的这个肘，我很难去完成。然后他在这儿，如果他突然的话把胯放在垫，然后转向我，比较难去跟着他，他就可以逃了。所以这个其实我以前也讲过，因为我也看这个像王少祥啊他们这些高手，他都喜欢做这个，明白吧？然后的话呢，但是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说我去防，我不要在这个地方去玩命去勒他 ，OK？ 我也不要把我的腿看着完全打在这钩子，因为对方如果他是高手，他也可能从这边把他的胯出去，看见没？这人可能完全就跑到。所以的话，我想就是看见没？这儿我扣着这儿，你看我的这个脚现在在这儿，然后现在我把我的脚跟在这儿，看见没？这儿的话，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去控制他的胯往这边去走，然后我这只脚挡住在这儿 ，OK？ 这个时候。有的人说我往这边去挑，他不让我挑，比如说在这儿，他不让我挑 ，OK， 我可以突然换，往另一侧去挑 ，OK， 明白吧？只不过是说在这儿之后的话，我要完成这裸脚，要比往另一侧的话要稍微困难一点，明白吧？所以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啥呢？在这儿的时候，对方有可能玩人，他就是往后顶，我要去蹦，看见没？我去做这个，快速的去做这个，再来一次，我慢一点啊，就是。我是把这个脚过来之后，嘣，在这儿，看见没？在这儿，我去挑它 ，OK。这个的好处就是我把这个脚底板和我的膝盖连在一起，到这里 ，OK。
看他现在动一下，他很难动。我可以的话很简单，扣一个body triangle。我可以扣在这儿，我可以在这儿也可以，在这儿也可以都行。这个是更紧，在外侧是更紧一点，明白吧？这个时候他如果想往这边去，往这边去挺的话，往我这边挺，对，想办法摆正身体，就有点困难。OK， 为啥？因为我这只脚还是可以去挑着蹬他的这边的小腿，照这儿，看见没？我如果不控制的话，他还可以再回来，看见没？他会稍微困难一点，明白吧？我在这儿的话就比较难完成，我即使扣上body triangle就很难完成，对吧？我可以在这儿，然后继续威胁，明白吧 ？OK， 所以的话，扣上body triangle的话呢，它的好处就是我的控制要更好一点，它的不好一点的话就是我的腿的灵活性会差一点。所以在这儿的话，我有很多的动作可以去做，我可以去控制，可以往这边去移动，可以往这边去，我可以去勾它，我可以去控制它，怎么样啊？我还可以去转骑乘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的把背放，它逃出来是啥？我可以转骑乘。如果是扣上body triangle，我就缺少这个灵活性，明白吗？所以它这另外的话，我想讲一下，就是兰奈尔克他拿这个裸脚，我先不讲这腿钩子了，我就给大家讲几方面。因为我直接如果过来这边去裸脚，它很容易抓到我的手腕，对吧 ？OK， 大家看，抓手腕也有讲究。如果你能够用同侧的这个手去抓的话，就要比这只手的话要稍微好一点，因为这只手往下拉的力量就没有说从这边拉的力量大，看见没？你看见没？在这儿，因为在这儿，它如果没有抓着，你用这只手去拉的话，我可以去手握手掌，更容易上来。对吧？他如果是用另外一只手，在这儿 ，OK， 我往上去拉就有点困难，明白吧？所以我们一般的话是用这只手去抓，但有的时候的话，这只手更快，嘣，这只手更快，现在动，对，这只手它更快抓到，那怎么办？这只手要保证你的肘往下 ，OK， 因为它这样往上拉就困难，然后咱就另外一只手在，有的时候它没给你那么多空档，在这只手上面去辅助。OK， 然后往下拉，然后呢，你要去把这只手也进来，这样的话对方就很难去拉出来，对吧？但是问题在哪儿呢？海莱尔克的话，这个上伯切先是用自己并不是特别擅长的左臂，他不是这样过来给你那么多时间去搂，他是从这个上面这样往下，这样扣 ，OK， 然后他去逼着谁去抓这里，明白吧？然后呢，他这只手很关键的是，他真正要绞他这只手。从他这个手的下面，明白吗？从这手下面的话穿过来，看到这儿 ，OK。所以的话，他拿到这个位置 ，OK， 明白吧？这个谁开始往后挺上，腿这个肘，所以他就是先用这个，他把下收住，我先去这只手去，然后他就吸引他注意力，他可能也去抓我这只手，但是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儿，对，看见没？在这儿，然后我这只手的话从这儿下面。嘣这儿，然后他就推他的肘，对吧？往后提着推啊，嘣 ，OK， 明白吧？但是这招的话，其实不一定每次都好使，明白吧？如果我倒在这侧，倒在这儿的话，他去推的话，他为什么不好使呢？其实我的发力，他去推我的肘的时候，我不是把两个肘并紧，他推我的肘的时候就像单手裸脚，我把这个往这边去勒，往这边去勒，明白吧？我不是想着去像邓伯切那发力，我想着肘收紧，这样我想着两个肘并紧的时候，他推我的肘，我就不容易做成了。OK，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我的手臂已经卡进去了嘛。OK， 我先不管这腿啊，就给大家去演示。他去顶我这个肘的时候顶推，明白吧？就像单手裸脚，上肢法脚是怎么做？他这个手在这儿卡，或者是压着自己的手。对吧？然后呢，你抓住我的两只手，抓我的手往下拉，它是一个拧劲儿，这样拉的劲儿，明白吧？所以其实那个海莱尔克逃出来之后，邓伯切也会上肢法脚，他也脚运过，他其实脚运过边野还跟我练过一段时间。所以的话呢，海莱尔克就很聪明，海莱尔克抓着这两只手，抓这只手，抓住，他不是往下拉，他往上，所以他这个脚就不太好使，明白吗？其实邓伯切如果需要去做啥呢？比如他往上，我需要把我的这个地方用肘夹住，
看我用我的肘，我这边攥一个拳头，我还是要卡在这儿，越深越好。然后我这儿再抓，把这个手往上推，没有用，明白吧？关键是固定这一块，明白吧？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这个高手之间的话，差一点。还有的时候就是说，你的手两只手臂累了，你可能对方就是很放松，你越紧张，其实越容易被做成裸脚。你越放松的话，可能越不容易被完成，明白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就很神奇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这个比赛，对吧？那就是打死也不拍 ，OK。然后还有的就是说，这个其实裸脚的话，有的时候也很容易去变成这个斗牛拳脚，就是最后海莱尔克完成邓格切，就是他俩的水平其实伯仲之间，有的时候就是看这个确实咬牙坚持啊，或者运气啊，或者什么一些隐性的因素，其实或者是怎么说很难解释。我认为，所以这个比赛才精彩。他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他怎么去变换成这个从这个后背裸脚，咱们这简单的版本讲啊，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在这边去卷，对方去逃他底下的钩子，他逃底下的钩子，对吧 ？OK， 然后他把胯往这边去走，然后他往起跪，然后你看我这个时候，我这搂他勒他脖子手从这转过来抓住，然后在这儿往前一走，这个就是斗牛拳脚。OK， 斗牛拳脚的话就跟裸脚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它的把位，对，它把位不是这儿 ，OK， 它的把位变成这样，然后的话呢，它的发力其实要比裸脚的发力更好，因为它把跪下来，对，你看，在这儿之后的话，我把我的两个脚岔开之后，把我的胯下来，我的膝盖要比我的肘要靠前，越靠前越容易完成，用我的胯去完成。我在这儿。看我的膝盖在我的肘的后面，这个就没办法发力 ，OK。所以的话，你不要等到对方已经到这儿的时候，这儿就基本上很难跑了。这个就脑瓜也拧掉了，你就得需要对方刚转过来这儿的时候，你推他的肘也不得好，你想办法再躺平，对，或者往这边躺，或者往另一侧转，不带，对，明白吧？在这儿去转都行，两侧反正你转就行，你不要等到对方有可能他就逃后背，对吧 ？OK， 他看这个手在这儿，他故意把这个钩子快在这儿，他逼着他叫你转胯去逃，他就在这儿去转。OK， 在这儿的话就已经晚了。OK， 所以你要等他转到这儿之后，你马上要躺平，在这儿没有了，或者往那边去转也可以。对，躺平，然后你还可能拿到他的后背，明白吧？所以。高手之间它是像下棋一样，你慢了一步就完蛋了 ，OK。所以的话，他们之间没有进钩子，果断走到袈裟的位置，斗牛拳脚，而且你能看到海莱尔克的面部表情，发力发得很深。郑波切想要扛，但是这个博弈的话，精彩的话就在这儿。然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下，这邓波切是怎么拿到后背的？他把他摔倒之后的话，他俩来到一个这类似这种蝴蝶防守。蝴蝶防守就是他两只脚缠到我的大腿内侧。OK， 他拿到蝴蝶防守，他需要啥？他头顶着我这儿，要敲我一下，然后他往一侧倒，然后把我就敲，就直接到起，明白吧？所以邓波切邓波切不会系腰带，我觉得这场比赛精彩，就是他也发挥了极高的水平。这两个人都是把自己生平所学发挥到极致。他们犯了一些错误，都是对吧？那个其实有些可原，尤其海莱尔克，其实在第二回合陷入不利，被人家打开大回合太激进了。邓波切其实在前面，直到第4回合遭到这个击腹重击之前的话，其实打都不错，很难分出胜负。他是怎么样的去？首先第一点的话，邓波切因为他属于进攻位嘛，对方防守位，我的头的位置很关键。我如果顶到他的头，他现在想抢我的双腋下，他即使抢到我双腋下的话，他想把我摔倒，看他都很困难，知道吧？他是我可以很容易的把他平倒，怎么样？所以无论在笼边还是在地面的话，头的位置非常关键，谁控制谁的头。所以邓波切控制他的头。然后呢，你看他把这只手过来搂对方的胯，他没有直接去做一个body lock，OK， 他这手在这儿，
然后他用他的头想办法去顶对方，然后他把这只手看见没？他把这只手过来，穿他两腿之间，往这个远端够。他为啥往远端够？大家看，我往远端够的时候，他的膝盖就变成这样。他如果变成这样的话，我去做。我现在再把这个做一个身体锁，大家看这，我把我的手合上，然后把头放在另一侧，我把它跌倒之后就转，就拿着它侧背压制的位置。现在呢，邓伯切呢是抢到了先手。按这个节奏来讲的话，对邓伯切是有利的啊，所以海莱尔克需要迅速的去扭转这个局面。你看能不能起啊？漂亮，邓伯切，直接拿。这个身体锁的话是非常难打的，尤其我的头贴住了，他想着推我的头，海莱尔克推着头想侧身，他推不开。因为否则，如果我不打上这个扣的话，这个把位身体锁的话，比如说我就是这样去把它给我的脑子就是左画，看见他就跑了，那样的。所以这都是高手。在这儿蝴蝶的时候，他逃到蝴蝶，邓伯切搂住之后，在这儿，他把这个过来之后，他们看我把我的胯稍微抬起来一点，我把我的膝盖，看见他膝盖到这儿 ，OK， 这个就是砰，然后把我的头。再照这边，到这边，我把手搭扣之后，把头放在这一侧，我头不要放在我过腿的一侧，我放在我头的另一侧，因为我的腿从这边开始过。他这个时候去挑我的话，我可以去顶他之后，这边就过了。他推，对吧？看他很难处理，完他往起跪，海莱尔克砰，然后去拿背，然后去到这个位置之后，开始去进攻这儿，他就抓手。抓自己的手，对，然后够了，在这儿他开始往后，然后开始顶这个，明白吧？所以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说，邓伯切需要去做这个 ，OK， 控制住，在这儿开始他去顶，明白吧？他去推这儿的话，我就开始去勒这儿，因为我已经勒进去了，这个时候就不让我想着去收手，要趁着他的力量去做，明白吧？所以。这是一个技术，还有另外一个技术就是，其实半防守的时候，照我的腿，OK， 邓伯切把海莱尔克第二回摔倒，那是怎么去拿？这是一个优势位置在 MMA 里面。你用手顶他脖子，你要让他难受。海莱尔克啊，是用了一个柔软啊。这个叫做 lockdown。ID Bravo 的对 ID Bravo 的技术，这是一个纯防守。它其实啊，就是可以做。所以的话，半防守就是说我在下面我要夹着他大腿，但是如果夹着大腿也不一定管用，因为他可以把脑门放在垫子上，让他屁股上用这个脚，让他这个踢中，明白吧？所以。这个第一呢，海莱尔克做了一个我们叫 lockdown， 对吧？在这个中文里面叫我管它叫蝎尾，所以他的两只脚，看这两只脚并在一起，然后过来之后，然后他叠加，两个腿叠加，我这只脚在我的这个膝窝里，然后这边是勾住他的这个脚踝的位置，这个时候的话，他想把腿抽出来，啊，他就很难抽，明白吧？所以这个叫 lockdown。这个就是 ID Bravo 第10星球创始人他创造的技术，这个在摔跤里面其实用的一个技术。然后的话呢，再照我们这个上这边上，然后在这儿，我光控制他的腿的话，我是逃不出来的。海莱尔克是尝试了，但是他对这个技术的研究还是不够，所以对方的头在这儿，我需要第一的话去卡到对方的脖子这里 ，OK， 然后的话，我需要两侧的去摆动他的身体。然后把它向上，然后你看我的这个肘，稍微抬起来一点，我的这个肘呢要顶在他胸前 ，OK， 看见没？这儿我就有空间，明白吗？他这个时候他把这个手合住两下压，他就很难把我压到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我再把它往下，然后再去摆，往一侧摆，然后照例子，OK， 我要把它往另一侧摆之后，这只手过来的话去抄他的脚。如果能抄到脚踝下面是最好的，这样的话往这侧摆的话，我容易把它摔倒。
如果超不到脚踝的话，可以没关系，这儿可以超到这种，把它放到肩膀上面。然后的话，我们管这个叫掰大胯，就banana split。这是一个非常，如果你柔韧性不好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容易被降服的。我这个手还有我的手背，这个刃儿的地方抓在他的膝盖上面，然后我去做一个这样搭扣，然后我把这个腿伸直，然后就挺胯。OK， 就劈着大胯，对吧？它柔韧性很好的话，它不拍的话，我可以抢上来，然后过的腿。所以的话，这个我再做一次啊。所以很关键一点的话，这个手我需要挡在他前胸上面，我要去扣住，然后扣。OK， 然后这把它往下拉。OK， 有的时候他藏，他这个腿比如他藏，他不让往下，我也没事在这待着，人家他跑不了。我很容易的话就勾在这儿，然后在这儿的话，我不要直接把它往上挑，先左右动，左右动，别打，左右动。OK， 这儿他压我就会松一点，然后再往上，把我这个腿往上，然后这只手看抄他的腿，然后再往下搂。OK， 然后把它放肩膀上面去，测试一下它的柔韧性。它柔韧性好的话，然后我再去抢上位。OK， 然后在这儿再测试一下它柔韧性，去过的腿，明白吧？所以这个柔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就是说，高手之间他都会有攻有防，对吧？如果他防得很好，你可能做不成。你做不成的话，那你要有耐心，你要能够生存。因为对纯柔术来讲，在下位的话是很安全的。如果我能控制你，我能控制一条腿，控制两条腿，控制胯，我就很安全。它是一个攻击位置，但是 MMA 里其实不利位置。MMA 你就知道防止被对方肘击、推击这样去打，对吧？所以就看谁的水平更高，明白吗？所以就要经过大量的训练，然后的话呢，你要有一个我们叫 go to position 或者 go to technique， 啥意思呢？就是你得一技，就我到了半防守，我就直接就lock down歇尾，然后叭开始就扫对方，对吧？或者是我到了半，我马上转蝴蝶就扫对方 ，OK， 或者我就直接把强烈架就起来，我不跟他磨叽，然后呢，我进攻一防。那我逼着对方到半防，我过来之后，咵，我做的手臂三角，我做的拿到后背有个脚。如果海莱尔克被第二回合被上肢法拿到后背，上肢法没有被杀伤，那可能比赛就结束了，对吧？他也可能能防住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这儿，它的争夺就是在这儿，看谁的水平在高。所以对于海莱尔克来讲，要保住自己的肌肉带，往后挺还是推肘，这些不是说最佳的这个防守的方式，明白吗 ？OK， 你不能每一次都挖一个坑，把自己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对不对？所以破釜沉舟这种技术，这个经典战例的话，它之所以经典，就是其实它发生的概率并不高。最一般的情况都是正常的，排兵布阵去打仗，你不能每次都是破釜沉舟，对吧 ？OK， 背水一战，有的时候背水一战，你把自己挖坑，把自己埋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谢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